落地窗前霓虹灯闪在凌晨3点，反复堆叠的旧照片，日夜积成灰。相遇的季节，微风拂过侧脸，好贴切。人潮汹涌，你看不见。霓虹灯亮起，人群中却找不到你，我却能感应你逃避。在无人的街区，霓虹灯孤单的矗立，像我再次遇见的你。霓虹的闪去，却抓不住你的距离。有些人其实早忘记，零零碎的记忆，像霓虹灯总会褪去。我们还能否再继续？你好，我是邵茉莉。你好，是我。我知道你冒了很大的风险来到这里，但请你放心，手机我已经关机了，我不会录你的音，我也不会去查你的身份到底是谁。我需要的就是你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。4年前我大学毕业，然后我就进了开远商贸。这是一家特别大的公司，里面有100多号员工。我当时刚来，我就是一个小白，底层人物。我们老板的名字叫王开，但是只有在这个员工入职的时候才见过他。之后我们新员工培训，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财政部门去实习。有一天我加班到特别晚，我就直接回家了。我回家之后，我发现我把手机落办公室了，然后我就回去取手机，无意之中，我听到了老板和一个陌生人的对话。这件事你有多大把握？你怎么能确认安文斌会铤而走险？你以为他的公司一落千丈，那只是个巧合吗？我能搞垮他的公司，我就能让他走上这最后一步。放心吧。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。再后来，我家人催我考研，我就把工作给辞了。再后来，我在新闻里面看到了安文斌合同诈骗案的事儿，我一下就想起来他们当时说的是什么。那你还记得你当时看到那个人是谁吗？没有，我真没看见。哎，我正好跟你说点事儿，来坐。怎么了？我想好了，从这个周末开始，我会带着依依去见安宇。你疯了吧你？你先别着急，听我说好不好？我爸当年和林展宏还有安文斌创立卓越的时候，把卓越的股份1分为3，每人各持1份。我拿到了属于我爸的那份股份，也就意味着安宇也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份。但如果我能拿到安宇的那份股份，我就有机会成为卓越的第1大股东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想要扳倒林展宏就是易如反掌的事儿。那你现在就要利用依依去拿你这些股权吗？我想了很久，光凭我手上这些股份，我想要扳倒林展宏还是很有困难的。但如果我拿到属于安宇的那份股份，我的胜算就会大很多的。你就这个理由，你要带着依依去见安宇，而且还是每周？我现在只能让他多接触依依，我也许才有机会说服他，让他把股份卖给我。知道，这
对我来说有多重要，对不对？我活到今天，我就是为了等这一天，你知道的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我不能同意。万一你不能成功呢？我现在管不了成不成功了，我没有回头路了。我已经停掉了1米资本 A 加以下的项目，还有所有重要的部门我都已经裁减，这是我能做的最后的准备了。天亮了，进去吧。我亲眼看着我爸跳楼，我妈哭晕了过去。从那一天起，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。我爸去世以后，我妈一病就不起。我知道这一切是安文斌造成的。我妈临终的时候，把我托付到你们家，你们对我真的很好。要不是你们，我可能连个家都没有。但是我还是每天都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好好学习，我一定要进入到星辰金融，我一定要把我爸失去的从安文斌手里拿回来。所以你去连考3年，还非得上财经大学的金融系，你就为了这个？是，只有这样，我才可以一点点的接近安文斌。你打算就一直这样过你的人生吗？如果你亲眼看着你爸爸跳楼，你妈妈临终前要这么嘱咐你，就不会这么问我。好，你跟这个安文斌的身份地位差了这么多，你怎么去接近他？我认识了他的女儿安宇，我觉得接近他，就可以接近安文斌。那我呢？对不起，像我这样的人，没资格跟你在一起。听说了吗？1米资本最近动静不小，连他们费尽心思抢去的心灵伴侣都放弃了。以你的眼力，不应该看不出来，这是周渊在筹集资金，目标就是我们卓越。两虎相争，必有一伤啊！咱们现在呢，还可以抢占先机。收购1米资本的事，你不能再拖了。我不在乎周渊想要做什么，我只想知道，4年前他到底对安宇的父亲做了什么。都兵临城下了，你还在关心4年前的事儿，这不是浪费时间吗？我要还给安宇一个真相。事情有轻重缓急，凡事都要讲究个时机。我不明白，安宇的父亲也是你的好兄弟，不是吗？在你心中，生意和真相到底哪一个更重要？安文斌都已经故去了，难道他会愿意看着卓越就这样陷入危机吗？那也是他的心血呀。我相信，如果安宇知道的话，他肯定不希望看着卓越就这样被毁掉。不要在查明事情的真相之前，告诉安宇。那如果安宇现在要求你立刻为他父亲复仇，你也不答应吗？不要利用他的筹码。我再说一次，谁
都不行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优柔寡断了？啊？你应该是条狼，只会咬人的狼。但你也别忘了，狼只会依照自己的感觉行事，不会任人摆布。乔乔，哎，丽姐，来啦，你怎么了？芳芳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丽姐，你的眼里真的是只有芳芳和工作，今天有额外惊喜。什么惊喜啊？昨晚有人来过了，送了些水果和鲜花，说是送给陈芳的。我们问他是谁，他也不肯说，是送完就走了，是个男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今天天气真好啊！天气好，所以心情好。心有灵犀了，我心情也不错。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？好事连连发生，还有神秘惊喜。一定是你人好，天使给你送了幸运大礼包。我可没那么好，真的，我很凶的。我不信，有多凶？被吓到啦？吓到了，撞到了柱子上。丽姐，你应该多笑笑，你笑起来啊，真的很好看。乔乔，芳芳这次度过了难关，多亏了你们大家的帮忙，我一定会好好谢谢你，护士长还有薛大夫，你们都是陈芳的大贵人。丽姐，其实还有一个人，薛大夫是安宇找来的。那是不是说，他其实是有可能能醒过来的？我会尽力而为的。太好了，谢谢你。能帮助陈芳恢复，当然是好。可是如果方丽知道薛大夫是你找的，护士长，您看能不能这样？薛大夫的费用呢，我来付。但你就说薛大夫是医院找的，这样陈芳妈妈也不会为难了。好吧，谢谢。客气。他还特意嘱咐我们，叫我们不要告诉你，说怕你为难。丽姐，我知道你一直都不愿意接受他的好意，但是他是真的很想要帮你的。这下好了，终于可以把这本书给方总监了。恭喜你。安宇，老苏，
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老苏在网上找到一本绝版的旧书，卖家约他在这里取货，你猜是谁？该不会是老板娘吧？这本书在市面上已经没有了，非常非常难找，多亏了老板娘，要不然方总监又要失望了。方总监啊，我之前把他的那本给弄坏了，然后我就买一本新的赔给他，绝版了。怎么也没想到静夜思就会是方总监，但是我知道之后我一点都不惊讶，反而全都对上了。他爱发脾气，平时对工作严格要求，都只是因为他的负担太重、压力太大造成的，所以他只能在心灵伴侣上才能卸下防备，对我说一些心里话。安宇，其实我想跟你说，方总监平时骂你，对你发脾气，你千万不要怪他，他就是因为心情不好、压力太大，所以才那样。你看他平时也骂我，但我从来都不会生气，因为我知道他内心还是很善良的。你是风儿，我是沙，缠缠绵绵到天涯。你是风儿，我是沙，缠缠绵绵到天涯。你唱的太难听了，晕眼了。他买菜去了。你干嘛呢？你这干嘛呢？我要去做产品测试。产品测试？对啊，放错了。给谁测试啊？给咱们公司的小伙伴呀，让他们帮我尝尝，提提意见，顺便再看看我的商业策划书。宝宝，我觉得这样不太好。怎么不太好？停啊！你看，你做的甜品，你要给咱们公司小伙伴吃，会不会让大家有点那种走后门的感觉？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不对，你再想啊，万一你的甜品给公司没有通过，万一，那会不会显得有点不务正业？好像有点道理哦。有道理吧？不做。不行，那说是我朋友做的就行。那更不行了。一说是你的朋友给人第一印象，那是不是就是你本人？说是你朋友做的不就好了吗？我朋友？对啊，机智如我。你快帮我装上。这个东西放时间长了就不好吃了。走，你帮我拎上这个，快，你快点儿。什么表情啊？说话呀！怎么说呢？这也不至于吐出来，但是也不想咽下去。怎么会呢？我觉得还好啊，最起码是甜的。那肯定是甜的呀。那你就吃，快，尝草莓的。还黄桃来一个。没事儿，我就是一个朋友想开网红甜品店，我听听大家反馈，那再尝尝别的味道。不一样，口味不一样。你喜欢吃，你多来点。在干嘛呢？那个凯哥他有个朋友想开个甜品店，做了点甜品让我们试吃一下，但是这个味道，尝一把。可是我觉得做的很好看啊，一看就非常有卖相，对不对？看着这个，你的朋友真是很心灵手巧啊。我朋友不止心灵手巧，长得还非常好看。能做出这么可爱的蛋糕，肯定颜值也差不到哪儿去。高如其人。哎呀，这么快就庆祝了？庆祝什么？好吃哎，哪儿买的？做的。基于红星电通项目的顺利完成，集团决定对你们专案组进行现金奖励。恭喜啊！好消息。多少钱啊？安宇，以后你就是经理了，可以独立带项目。恭喜！哦，恭
安经理，谢谢大家，这是大家的功劳。庆祝。对，谢谢你这个朋友，还帮我准备了蛋糕。特意的。安宇，来一下我办公室。哦，我先去啊。安宇，智能课桌这个项目，林董让你来负责，你对这个案子感兴趣吗？啊，这个项目之前我也听过，我觉得它是公益性和商业价值兼具的，我非常感兴趣。这个是项目的有关资料，还有修改了3次的方案。接下来怎么做，决策权在你。但是有一点是我必须要坚持的，我要把留守儿童和父母联系这个功能安插入内。留守儿童的父母常年工作在外，他们的孩子渴望陪伴。我希望随着智能课桌的推广，为相隔两地的亲子关系提供一个桥梁，哪怕只有声音。这个功能好，我赞成。好，那你先看一下资料，我们随时沟通。好。那我就按你说的这么改了啊。行。安宇，来。啊？怎么了，老苏？安宇，老苏，你拉我来这儿干嘛？你去方总监办公室，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就说智能课桌分工合作的事情。那个，他看起来怎么样？还好吧。我看起来怎么样？还好吧。到底怎么了？我想跟他坦白，跟他说我就是心灵伴侣上那个元气哥，不然一直这样下去，就好像在欺骗他一样。我知道他是谁，他不知道我是谁。那你就告诉他。可是万一我告诉他，他以后不理我了怎么办？多尴尬呀！那你就再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他。可是方总监那个脾气你也知道，我怕时间拖得越久，就越会出问题。那你就告诉他嘛。可是，哎呦，老苏，我看这件事情还是你自己做决定吧，好不好？元气满满，元气满满，元气满满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元气满满，元气满满，拼了！请进。方总监，方总监，您还没吃午饭呢吧？我那个给你买了咖啡，还有简餐。谢谢啊。我知道了。那我先走了，方总监。哎，站住！你为什么给我这个？我不是把你那个弄湿了吗？买一本新的陪你。你之前不也一直在找这本书吗？我刚好看到了，就买给你了。不用了，你拿回去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找这本书？其实我就是元气哥。送花的人也是你？是。方总监，我喜欢你。心灵伴侣下线了，我也不知道还什么时候能上，所以
加洒脱，不没有选择，把最爱的人伤得最深。对你，我以后不会再用那个 app 了。以前、现在和以后，我们都只是工作关系。方总监，我是真的，就是你出去吧。又何必自欺欺人？两个人的风波，把第三个人牵着，是不是想只记得才闪着你温热片刻？两个人的风波，三个人一起纠葛，不明白自己只是过客，在霎时也该落寞。芳芳，是妈妈对不起你。妈妈那天晚上不应该让你走。是妈妈错了。芳芳，你喝点牛。来，我看看你看什么书呢？来，我看一眼。我看你，来，我看你，我看。你干嘛？马上就高考了，你还有空看这种闲书？妈，这不是闲书，这是经典名著。现在不是讨论经不经典的问题，等你高考结束了，有的是时间看书。妈，人生不光只有高考。高考是你人生中很重要的阶段，你明白吗？我跟你爸说了，你肯定会考上985。等你考上了，以后想干什么，妈都不管你了。那是你非要在我爸面前逞能，你俩离婚关我什么事？不要把我扯上好吗？你干什么去啊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你走了你就别回来了。不回就不回。是妈妈错了，你能原谅妈妈吗？你可以醒醒看看妈妈吗？都是妈妈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可以醒一醒吗？你能睁开眼睛看看妈妈？进。方总监，你找我？智能课桌的资料你看的怎么样了？我看了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这个投资方案已经修改了3次了，都被王子睿否了。如果要再修改，那应该怎么做呢？其实智能课桌这个项目，我们要攻克最大的难关是王子睿，他要求很高，我约他很多次见面了，都没有约到。我明白了，我再想办法约他。好，安宇，我相信你可以。我会努力的。
不知道，你被绑架。你要干嘛？我要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？先走再说。你在搞什么啊？走。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。大白，这是你的惊喜。我是大白，我要抱抱。当一道阳光照亮视线，一切黑暗就会随时光破灭，充满希望的双眼。干什么？拿掉我的手套，我的世界没有后退。手套不要没电了。让我继续奔跑，继续奔跑，奔跑。面对风暴，彩虹棒棒糖。我的世界不会后退。你还有多少？你到底装了多少？继续奔跑，这是一个能够变棒棒糖的大白，你们想不想要彩虹棒棒糖？想。没有来，你举手，你第二个举手。没有了，大白没有了。咬牙切齿的地牢，迫切渴望的祈祷。当一道阳光照亮视线，一切就够了，走了，大白没有糖了，全身又再次满血，我的世界没有后退，因为梦想在我身后，让我继续奔跑，继续奔跑，奔跑，面对风暴也微笑，我的世界不会后退，因为受过的苦让我继续奔跑，继续奔跑，奔跑，我怎么舍得许个愿望。我想找一个男朋友，冬天可以陪我一起吃火锅，夏天可以陪我一起吃雪糕。谢谢啊，谢谢你陪我玩了一晚上。我上次放你鸽子，说好要赔给你的。我今天好开心啊，让我都想起小时候了。其实我爸带我来过这儿，但是因为他太忙了，就只玩了1、2次。我那时候就在想，大人怎么都会这么忙啊？难道大人就不可以天天来游乐场，天天吃雪糕吗？也许他们都偷偷来，或者是就像我们现在这样。模糊又清晰的你。其实常常都会自责，如果以前我早一点独立，早一点可以进公司，早一点帮我爸爸做，他就不会再出意外了，也许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。还有不是你想这样。好了，你不用安慰我了。我有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
刚才说有个好消息，到底是什么？我被提升为项目经理了，负责智能课桌的新项目。虽然呢是有一点难度，但是我相信我一定能做好。我也相信你一定能做到。好了，说说你吧。我？你最近其实是一直有心事啊，你就是不跟我说。其实你没时间陪我也好，我觉得这都不重要。但是你有什么不开心的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就像你之前帮我一样，我也想帮你分担。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其实就是老林给我出了一个难题，我还没想清楚答案，所以我想找到更全面的答案。这些事情就暂时保密。是保密的项目吗？是你刺破黑暗，奋力唱出新的语音，带我触碰一笔一笔挥不出的轨迹，望着你太执迷。晚上的游乐场好美啊！喜欢吗？之后有机会的话就常常来。你说什么？有机会的话就常常来。你现在不是黑骑士了，那不然是白马王子。许久未见的友谊，许久以后的爱情。描绘着你的画笔，模糊又清晰的你，风吹过你的长裙，你想绘出来的诗句，让我沉醉的聆听，静静地聆听清风和你，抹去纯真的橡皮，问自己，执着的依旧是你。哦，是你刺破黑暗，奋力唱出新的语音，带我触碰一笔一笔挥不出的轨迹，望着你太执迷，不停息。无意间翻开抽屉里珍藏和你的画集，虽然久违的你不知在哪度过四季，许久未见的友谊，许久以后的爱情，是你刺破黑暗，奋力长出新的羽翼，带我触碰一笔一笔挥不出的剧情，望着你太执迷，不停息。无意间翻开抽屉里珍藏和你的画集，虽然久违的你不知在哪度过四季，许久未见的友谊，许久以后的爱情。
许久以后。